多伦多的老市政厅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皇后街与贝街交汇处。老市政厅是一座极具历史与建筑魅力的地标。在19世纪末的多伦多，当时多伦多已从约克镇演变为多伦多市了。它正处于迅速的扩张阶段，城市人口增长，行政事务繁多，那么原有的市政办公场所已难以应付，于是市政当局决定新建一座规模更大、象征性更强的新市政厅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老市政厅。就在老市政厅的正门外，耸立着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。这座纪念碑最初是在1925年为纪念一战阵亡将士而建，那么后来也扩展到二战与韩战。在这些为民主和自由而奋斗的正义战争中，作为盟国，加拿大都派出了自己的子弟兵去参战，去捍卫民主与自由。所以到每年的11月11日阵亡将士纪念日，官员和市民都会到这里来祭奠英灵。老市政厅的整个建筑颇具特色，它是采用了理查森式罗曼复兴风格，由当地的著名设计师、建筑师爱德华·詹姆斯·林诺克斯设计。它这个风格呢，以粗壮的石材、大型拱门、塔楼和复杂雕刻为主要特征。老市政厅从1889年正式动工到1899年竣工，历时约10余年。103.6米高的钟楼，不对称结构，上面也是青绿色的塔顶。罗马式厚重的历史感，名不虚传的多伦多老的市政厅。这个市政厅的建设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，由于这个项目比原预算高出了逾100万美元，并且拖延严重，那么部分市议员甚至称其为百项工程。这个老市政厅的外墙都是用古老的砂岩做的你看拱凸有致。这个103米的钟楼高高耸立，上面镶嵌有滴水兽造型，清晰可见所谓这个滴水兽造型呢，就是在古罗马的建筑中间它可以把雨水稍微引离墙面，能保证这个墙体的避免腐蚀，并且呢还具有装饰的作用。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建筑外墙选用了加拿大本土的2种不同色调的砂岩，一种是红色的砂岩，一种是深色的砂岩，交错使用。据说建筑师林诺克斯在建筑的石雕细节中偷偷刻上了自己的名字，甚至在一些雕刻人物中藏入自己的面孔。这也是上一代建筑师表达我在这里的一种方式。此外，他与市议会的预算争议也成了一个历史笑话。市议会最初拒绝将他的名字刻于正门的匾额中。老市政厅旁边就是新市政厅，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新老之间的对比。市政厅内部有4层结构，虽然在开放日也不是完全对市民开放。走进市政厅的1楼大厅，感觉
宽敞明亮，各种设施保存维护的非常好。市民在这里可以随意走动和参观。这里展示了一个组织，名叫老市政厅的朋友。该组织的宗旨就是想保有多伦多市的历史传统的一些建筑。因为在1965年，这个老市政厅作为了第4个多伦多市政厅，正准备把它拆除。那么这个组织呢，大力呼吁保留这些老的建筑。在当时伊顿中心新建的时候，对奥古斯德厅和这个老市政厅都有拆除的打算。由于这个组织的努力，这些老的建筑物才得以保存到现在。这张图片就是本建筑的设计师 E.J. 林诺克斯，有了它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故事。目前开放的这个3层楼，它这个画还是很精美的，窗上的画，这种类似教堂中的彩窗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在市政厅中间。它描绘了当时的英女皇把西方的文明带到了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自治领的故事。真要感谢当年的母国大不列颠，把文明带入了这种蛮荒之地。因为没有当年的英国大宪章，哪有后来的西方文明？现在的老市政厅的很大一部分目前还作为司法用途。你像这个123法庭是非常有名的，当时也是老市政厅中间最大的一个法庭，曾经审理过1950年代臭名昭著的 Boyd Game 银行抢匪团案件。他们是加拿大最著名的犯罪团伙之一，他们曾越狱逃脱，引发了全国轰动。此外，还有1969年摇滚传奇 Jimi Hendrix 案件，他因在多伦多机场被发现持有少量毒品而受审，但最终无罪释放。这间121法庭也非常有名，它是当年的市政决策会议室，上面有老的市政徽标，所以这里引来不少市民参观拍照，上去坐一坐市长的宝座，看看什么感觉。原木的桌椅保存的依旧完好，家具和墙面有加拿大著名艺术大师乔治·瑞德的壁画。这个曾经的多伦多市议会大厅承载了多伦多旧的市徽与城市精神，也见证了多伦多城市从19世纪末走向现代化的历程。在市政厅门廊两边的墙上悬挂着在1战和2战中为国捐躯的多伦多市民和政府雇员的名牌，这也彰显着多伦多市不忘英雄、不忘历史的这种精神。多伦多老市政厅不仅仅是一座旧市政府的建筑，更是城市殖民市政向现代大都市转型的象征。它的建筑体量宏大，雕刻精细，
都让它成为多伦多市中心不可错过的文化地标。来这里可以感受多伦多城市与历史现代并置的奇妙氛围。只要你稍加留意细节，历史的故事就会栩栩如生浮现在眼前。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讲一下最著名的多伦多城市地标奥古斯德厅，欢迎收看。